这个视频里面的女生，你会娶她吗？我的要求其实也不是特别高，就1.8米以上，然后长得帅一点，皮肤白一点，那个眼睛大一点最好，眼睛小也行。主要是有责任心，得幽默，能跟我玩到一块儿。那个哪儿人无所谓，但是得有自己的事业，是不是这个要求有点高了？我来分析一下他的言外之意啊。我的要求不是特别高，他要先做一个铺垫，希望聆听者能够认同他，就是希望对方的个子不要低于1.80米，因为他觉得电影电视剧里面男主都很高，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超过1.80米的不会超过20%。长得帅一点，皮肤白一点，眼睛大一点，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帅，一定要帅，别管我长成什么样，对方一定要帅啊！主要有责任心，要幽默，要有共同语言，要对自己负责，对婚姻负责，毫无保留的爱自己，还要是一个有趣的灵魂，需要他有文化，需要他谈吐不凡，哪里人都无所谓，但是要有自己的事业，管你是哪里人呢，要有钱，最好能够自己做主的老板或者生意人。这还没有完啊，还要看男生的手机，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，但是呢对自己有不自信，特别会对别人产生信任危机的一个女生，估计是被童话故事和电影电视剧毒害的比较深。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他家庭非常的优渥啊，85年，但他说自己的长相年龄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，工作呢是一名影视演员，其实呢就是跑龙套的一个小演员。原生家庭父母对他疼爱有加，经常鼓励他，在经济上精神上非常支持自己唯一的女儿，在吃饭的时候都会跟他不好瞎，然后女儿洗个碗都要鼓励他，说他做的特别好。不能干的孩子把碗都会洗了。他一生气父母立马闭嘴。他也说他参加婚恋活动发现男的一波不如一波，坐在那里特别难受，如坐针毡。你不觉得一波好那不如一波吗？就我坐在那儿我都难受，如坐针毡，你知道吗？在视频的最后呢，他还在期待着梦想中的王子会骑着白马来找自己。我最后也来说两句啊，就是男人和女人对心目中优秀的伴侣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。那女生觉得优秀的伴侣既要高富帅，还要幽默风趣、健谈、有责任感，还要可以包容自己一切的缺点，能够容忍自己的小脾气。那么男生心目当中的理想伴侣呢，很简单，年轻漂亮、温柔、善解人意，还有一个不作就行了。送给视频中的女生啊一句话啊，待价而沽是可以的，但是你能提供什么价值，你要搞清楚。在广州这座繁华又忙碌的城市里，每天都有无数故事在上演，相亲角更是个充满戏剧性的小世界。今天咱这故事的主角是32岁的苏瑶，一个旁人眼里标准的大龄剩女。不过苏瑶自己可不这么觉得，她有车有房有存款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潇洒自在。苏瑶虽说年纪不算小了，可模样生得俏，皮肤白皙，大眼睛双眼皮，笑起来还有俩酒窝，加上平时注重保养健身，身材也是凹凸有致，走在街上回头率可不低。她工作上是个女强人，在一家广告公司干策划，脑子转得快，创意点子一个接一个。这些年靠着自己的打拼，在广州买了套2居室，车子也换成了宝马 X3， 手头还攒下了一笔可观的存款。可这事业顺风顺水，感情上却一直没个着落。苏瑶爸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到处托人给闺女介绍对象。苏瑶呢，也不是没相过亲，只是那些男的要么是觉得她太强势，要么是她自己看不上，一来二去就耽搁到了现在。最近苏瑶心里有了个新想法，她想找个台湾人或者香港人做对象。为啥呢？用她的话说，人家那边社会福利好啊，以后养老医疗啥的都不用愁，咱这辛苦打拼一辈子，不就图个晚年安稳吗？就为这，苏瑶爸妈虽说心里不太乐意，觉得闺女找对象咋还挑地域了，但也拗不过她，只能让红娘凤姐帮忙留意着。这凤姐在相亲圈里可是个名人，手底下资源多，促成的姻缘也不少。可一听苏瑶这条件和要求，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不过还是应下了。没几天，凤姐还真找到了个合适人选，男方叫陈宇，
35岁，是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仔，在一家国企上班，工作稳定，收入虽说比不上苏瑶，但在广州这地儿也够生活了。人长得斯斯文文，戴副眼镜，性格也温和。陈玉之前谈过2段恋爱，最后都无疾而终，家里催得紧，就走上了相亲这条路。相亲那天约在了一家茶楼，苏瑶精心打扮了一番，穿着一身简约的小西装套装，化着精致的淡妆，脚蹬一双黑色高跟鞋，整个人看起来既干练又优雅。陈宇也早早就到了，穿着衬衫长裤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看到苏瑶进来，忙起身招呼。2人坐下，寒暄了几句，点了胡普洱和几笼点心，就切入了正题。苏瑶也不兜圈子，直接就把自己的条件和想法一股脑倒了出来。陈先生，我这人没啥弯弯绕绕，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32了，在广州有车有房有存款，工作也还算不错。我现在就想找个台湾或者香港那边的对象，主要是看重那边的社会福利好，以后养老医疗都有保障，咱这年纪也不小了，总得为以后打算不是？陈宇一听这话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住了，愣了几秒钟，才开口说道：苏小姐，你这想法挺新奇啊。照你这么说，咱内地就不行了呗？我在广州生活了35年，看着这城市一天天变好，医疗水平也越来越高，养老政策也不断完善，咋就比不上台湾、香港了？苏瑶没想到陈玉这么直接就开怼了，心里也有点不高兴，不过还是耐着性子解释：陈先生，我不是说内地不好，只是人都想往更好的地方奔嘛。你看香港那边，公立医院看病多便宜啊，以后老了，万一有个病痛啥的，也不用担心看不起病。而且台湾那边退休金也丰厚，咱辛苦一辈子，不就盼着晚年能过得舒坦点儿？陈宇冷哼一声：苏小姐，你光看到人家的好，咋没看到背后的问题呢？香港房价多高啊，普通人想买房得奋斗一辈子，就算医疗便宜，可排队排得你怀疑人生。台湾呢，经济这几年也不景气，工作机会少，你过去能保证找到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？再说了，你找对象就光看福利，不看感情了。苏瑶一听这话，脸涨得通红，声音也拔高了几分：陈先生，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了，我怎么不看感情了？可感情也得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吧？我这要求过分吗？我自己努力打拼这么多年，想找个条件好点的对象，有错吗？这时候，旁边几桌的客人都纷纷侧目，茶楼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。凤姐在一旁听得直摇头，赶紧打圆场：哎呀，2位都消消气，咱这是相亲，不是辩论赛，有话慢慢说。可陈玉和苏瑶都较上了劲儿，谁也不肯让步。陈玉喝了口茶，平复了一下情绪，继续说道：苏小姐，我理解你想为以后打算，可你这想法太功利了。婚姻是2个人相互扶持，一起过日子，不是找个长期饭票，更不是冲着人家的福利去的。就拿我来说，我虽然没你有钱，但我会做饭，会照顾人，以后要是咱俩在一起，我肯定把你捧在手心里，让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你光想着以后养老，却忽略了现在的生活，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？苏瑶翻了个白眼：陈先生，你说的这些都太虚了，会做饭，会照顾人，能当饭吃啊？等老了，生病了，没钱看病，你再怎么照顾有什么用？我可不想以后过得凄凄惨惨的。2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互不相让，把相亲现场变成了战场。凤姐在旁边劝都劝不住，心里那个郁闷啊，心想这都什么事儿啊，好好的一次相亲，咋就搞成这样了？眼看着气氛越来越僵，陈玉站起身来，冲苏瑶拱了拱手：苏小姐，看来咱俩3观不合，这亲也相不下去了，祝你早日找到你理想中的对象，后会无期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苏瑶气得直跺脚，对着陈宇的背影喊道：哼，走就走，我还不稀罕呢，就你这眼界，活该找不到对象。等陈宇走了，苏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眼眶也红了。她心里委屈啊，自己不就是想找个条件好点，能让后半辈子有保障的对象吗？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凤姐坐到她旁边，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：苏瑶啊，
你也别太伤心，今天这事儿吧，你俩都有点急了。你这想法呢，我理解，可你也得考虑考虑男方的感受，毕竟婚姻不是买卖，不能光看条件。陈宇那孩子其实也不错，就是被你这要求刺激到了。苏瑶吸了吸鼻子，小声嘟囔道：凤姐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我真的怕以后过得不好。我每天拼命工作，不就是为了以后能过得安稳吗？我不想老了还要为钱发愁。凤姐叹了口气，我明白，可这找对象啊，得慢慢来，缘分到了，自然就成了。你看你条件这么好，不愁找不到合适的，只是别再把地域、福利这些条件卡得太死了，多给别人一些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些机会，说不定哪天就碰到那个对的人了。苏瑶点了点头，心里也在反思自己的行为。她想起刚才陈宇说的话，虽然有些难听，但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自己是不是真的太功利了，把婚姻想得太简单了？从茶楼出来后，苏瑶一个人走在大街上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突然觉得有些迷茫。她不知道自己坚持找台湾人或香港人做对象到底是对是错，也不知道未来的另一半在哪里。她想起自己这些年为了工作付出的努力，错过了多少恋爱的机会，如今想要找个归宿，却发现比谈成一笔大生意还难。日子还得继续过，苏瑶决定先把相亲这事儿放一放，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态。她开始参加一些朋友聚会、兴趣小组，想多认识些人，拓宽自己的社交圈，说不定在不经意间就能遇到那个有缘人。而陈宇呢，经过这次相亲，也有些心灰意冷，觉得现在的女人太难捉摸，他决定还是先专注于工作，把自己的生活过好，缘分的事儿就交给上天吧。